小伙伴，你在德国超市结账，手机滴扫一下超市 app 的优惠券，3欧的黄油瞬间变成1块7，是不是觉得自己薅到了资本主义的羊毛？你以为自己在领优惠券，其实是在给算法为训练数据，一点一点喂养这个无孔不入的大数据怪兽。当你扫码的那一刻，后台那个极其庞大精密的算法是怎样把你这个人读懂的？很多刚来德国的人可能觉得下个 app 就像以前办一张会员卡，攒点积分换个小礼物，美滋滋。但实际上，现在的系统早就不是那张积分卡了，它是一个巨大的个人行为数据库。你去翻翻官方文件，那记录的东西叫一个事无巨细。比如有些大型连锁超市的会员条款里就明确说，不仅会记录你买什么，还会记录支付时间和支付方式这类交易信息。不只是这样，很多会员计划都会利用结账数据建立你的专属 Kaufhistorie， 还有一些 app 更直接，干脆做出已购买的清单功能，等于直接帮你记账了。说到记账，现在超市疯狂推崇的电子小票，外面包着一层环保的皮，大家都觉得挺好，欣然接受了。说穿了，这背后真正的商业功能是把一部分原本匿名的线下消费转成了能追踪到你头上的交易记录。以前超市的数据库里只有宏观数据，今天卖了100块黄油，但在电子小票加会员系统的加持下，数据就变成了用户 ID 9527在周五晚上7点用 Apple Pay 买了1块黄油，人物时间全绑定了。这2种数据价值有着天壤之别，系统不仅知道你买的具体时间点，还能掌握你的购买频率，算法就能算出你下次大概什么时候该买了。那收集这么多底层数据是要干嘛呢？搞算法的小伙伴可能秒懂，跑模型，做 profiling， 用户画像。你以为算法只是记录了你买的物品？错了，它在推断你的兴趣偏好和消费习惯。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你连续3个月的周五晚上购买记录里都出现了鸡胸肉、无糖酸奶，还有高蛋白饮料，系统根本不需要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也不需要知道你的职业，就凭这几条记录，后台算法瞬间就会给你打上极其精准的标签，健身狂人。小伙伴，你以为自己只是去超市补货，但每扫一次码，后台就多拿到1块拼图，慢慢把你这个人的消费习惯拼得越来越清晰。好，系统现在大概知道你是什么人了，接下来他要做的就不是单纯给你发券这么简单了。系统不只是看你买了什么，也在观察你会不会激活优惠券，会不会参加活动，会不会对某些推送有反应。比如他想提高某类商品的购买率，完全可能对不同用户展示不同的优惠形式。有的人看到的是买2件更便宜，有的人看到的是满多少减多少。然后系统再看你有没有点开，有没有领取，有没有真的为了用那张券调整了自己的购物计划。如果你很吃这一套，那系统以后就会更频繁的用同样的套路来拿捏你。反过来，如果你很少领券，很少点开，对这些活动一直没有什么反应，那你看到的优惠内容可能跟另一类用户完全不一样。所以现在很多特价已经不是过去那种贴在墙上所有人都能看得到的统一海报了，更多时候它是放在你的账号里，按照你的使用习惯和购买记录定制展示的。这就是为什么同样一个 app 到了不同人的手机里，看到的东西可能并不一样。除了价格诱饵，连紧迫感也都是被精心设计出来的。那种不买就亏了1个亿的感觉是怎么来的呢？你的 app 肯定有时候会弹出仅限2天有效，某种你常买的商品半价，这种玩法本质上就在制造一种现在不买就亏了的紧迫感。营销研究里早就反复讨论过，当优惠有时限，数量有限，人的注意力就会立刻被拉过去，脑子里先蹦出来的往往不是我到底需不需要，而是再不下手就没了。说白了，你白天在公司里研究系统、流程、效率，晚上走进超市，转头就被手机里的那套推送和优惠机制牵着走。挺讽刺的，整个逻辑闭环堪称完美。那么问题来了，在极其重视隐私的德国，这玩意儿合法吗？答案是这种玩法本身不一定违法，但商家也绝不能为所欲为。欧盟的意思其实很朴素，商家可以拿数据做营销，但消费者也得有权说不。如果平台只是根据你的数据给你发优惠券，那你至少可以霸气回一句，别再拿我的数据来给我打广告，然后优雅的去设置里关掉个性化推荐。但如果平台更进一步，不只是发券，而是连价格都开始看人下菜碟，比如同一样商品，2个人在同一个 app 里看到的价格却不一样，那他就不能再装作这只是普通打折了，得明确告诉消费者，这个价格是系统根据你的个人数据算出来的。说白了，商家可以分析消费者，但不能分析完了还一脸无辜的说我们只是随机给优惠啊。但现实是，大多数人根本不会要想去翻那88页的欧盟数据保护条例。很多时候我们自以为只是领了一张优惠券，
实际上参与的是一场数据交易。当你用 1.7 欧买走那块黄油的时候，省下来的那 1.3 欧背后交换掉的可能就是你的消费习惯、购买节奏，还有你对优惠到底有多敏感。所以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这块黄油今天便宜了多少，而是为了这点便宜，你到底愿意交出多少关于你自己的信息。在这个算法的时代，我们用隐私换几块钱折扣，到底值不值？我是小雨，让我们一起做个清醒的局内人，下次见。